你说你今日没想害子期，我不与你分辨。那这3万北府将士的冤魂呢？你敢说都与你无关？就是你设计的这有问题的连环弩，令3万北府将士几乎全军覆没。幸好无一听到了援军抵达。你敢说你毫不知情？你们谢家安的是什么心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萧无一，我明明是给一个世家公子设计的。放心，你要的连弩，妙手公子一定给你设计出来。他只说他要去雅集上，看着好看唬人就行的。哪家的世家公子？他说他叫萧胜。萧胜。萧无一，他说是你找他设计的，你认吗？你怎么会叫萧胜？你不是叫萧无一吗？萧胜是我本名，无一是我的字。自从我14岁上了战场以后，便没人再称我为萧胜。怪不得当初青龙偃月来虚月楼找我的时候，听到我说萧胜就生气了。可还是不对啊！当初来找我的不是你，但他一看就是个公子哥的模样。若真如你所言，从一开始他就伪装了身份，那么到底是谁借你之手害了3万北府兵？还有谁又知道你设计出这害人的连弩？他怎么会认识阿父？长大后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身不由己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佳玉，去哪儿？我府中有府兵、园丁、花匠、马夫，无人不会武功。只要他一出院门，就会被发现。若要跑，除非我帮你们。这是靖安王府的地图，谢家于逃婚时用得到，但这场大婚必须如约进行，因为这是我为长沙王选的逼宫之日。靖安王府上下府兵听令，全城搜捕谢家于。分头搜，让开！让开！出什么事了？谢氏逃婚了，萧无一正命府兵全城搜捕呢。这谢娘子总是出人意料啊！殿下，如今靖安王府内空虚，我们是不是现在立刻动手？天赐良机，传令京城内外，即刻起事。诺。还带母亲走！有，小心呐！小人敢在靖安王府放肆！别急！今日，本王要清君侧，拿反贼。这满院的大臣，哪一个是反贼？萧无一，他无照私自带兵回京，滥杀朝廷大臣，居心叵测，其罪当诛。今夜，谁是他的同党？
看来就只有萧无一一个反贼了。殿下，刚刚传来消息，宫门已破。围住靖安王府，萧无一的家眷还有这些朝臣，他们在，萧无一就跑不了了。剩下的人随我入宫，参见太后。诺。殿下，人都到齐了吗？今夜我们突然失去了跟境外的联系，派出几路人马都不见回音。失去联络。不等了，成败荣辱就在今夜。入宫，杀了皇帝太后。殿下，陛下不在殿内。不在？这病秧子床都下不了，还能去哪儿？给我找。诺。说，把那个病秧子藏哪儿了？我儿是真命天子，自有真神庇佑，岂会让你找到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当年要不是你伪造圣旨，毒死先帝，轮得着你儿子当皇帝？不过好在老天有眼，自从他当了皇帝就一病不起，这就是报应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！我儿乃真命天子。那就看看今天晚上天命站在谁那边。给我！今夜怎么不来喝我的喜酒啊？萧无一，你不是去找信？无妨。今夜我2万步曲已经控制京城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杀了萧无一。怕什么？杀萧无一者，赏万户。你是说城外的那些被我杀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人呢？其他人呢？不，我不会说。绝不会说，我手里还有靖安王府，还有那么多王公大臣，还有你一家老小。你要是敢……王爷传令，杀！谁敢上前？我乃靖安王府世子妃，当今太后的亲侄女。我看今天谁敢动我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会对靖安王府下手吗？健康城温柔乡里的酒囊饭袋。竟敢同我玩兵法！父王，韩星，我爱王爷，夫人，蕊夫人，你这几日一直不在府中。军情紧急，无意让他到城外给我带路。瑶儿，不要紧。尔等听着！长沙王逼宫谋逆，我北府将士千里平叛。此时此刻，我儿萧无一已在宫中生擒长沙王，尔等即刻投降，否则杀无赦。你祖训回来了，这是平叛还是造反呢？
甘心呐，不甘心被这个废物皇帝一直踩在脚底下。后悔吗？后悔？我从来没有像今夜这么痛快过。萧无一，你以为杀了我就能为枉死的北府君报仇？别以为你跟我不一样，不想杀了这个废物皇帝，自己住进这座显阳殿。父母，太后，萧无一一定会杀了你们的，或许就在今夜。蠢不自知啊！就连今夜谁是其子，谁是其手都不知道。我原本以为是长沙王暗通妙手公子买通我军中武库令，将一批劣质连弩购入军中，结果发现妙手公子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其实真正的幕后买家是太后。最希望我和长沙王不死不休的人，也是太后。萧世子聪慧，管理军械的魏少府是长沙王的党父，太后只要将设计图交给魏少府，他便会和长沙王完成剩下的事，置臣和北府军于死地。就像今夜，太后不调兵，不防备，不正是赌我明知吴兆入宫是陷阱，也绝不会让长沙王成功吗？所以，太后今夜的目标不仅是长沙王，也是臣。好一招请君入瓮！一直以为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老妇，没想到。行，这局输得不远。你早知今日是陷阱，又何必入宫来？因为我不想让今夜的健康血流成河，但我要为枉死的北府3万将士讨个公道。好胆识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若你肯交出兵权，吾恕你无罪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太后，臣将阵亡将士名单呈上已有半月，不知太后可否看过了？上尉史于春，46岁，身中100余刀，死而不归。谢寒，北府老兵，打了一辈子仗，原本可以卸甲归田，但他的故乡却早已沦为北秦土地。他说他无家可归，想要老死在军中。这一次，他的确死了，尸骨被敌军打成肉泥。张琪，我最好的副将，他亲手点燃藤甲粮仓，最终与敌军同归于尽。这些太后知道吗？身在健康的你，在乎过吗？所以我不会交出兵权，因为除了我，没人在乎他们的命。萧无义，北府兵无照进京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可你会健康没有陛下旨意，那调兵呢？长沙王想要谋反，那你呢？太后，我想要的只是天下太平，太后肯给吗？太后可曾听过北府军的战鼓声？10万北府兵就在城外。王爷，京城各处叛乱皆已平定，兵马集结，随时可以入宫。等
勾当无疑的消息。诺，10万北府兵就在城外。吾已经说过了，只要你肯交出兵权，吾便可还天下太平。吾还可以答应你，给那枉死的3万将士立碑。可如若你不肯交出兵权，吾也只好狠心了。不要说北府兵就在1墙之外，你萧世子已经入了我的构中，他们救不了你。我就说是长沙王杀了萧氏，你的北府兵能奈我何？齐王殿下到，奉陛下谕，朕闻悉长沙王谋逆逼宫，手足相残，痛心不已。幸齐王机敏，体察报之，与靖安王府萧世子入宫平叛，朕心甚慰。陛下醒了？什么时候醒的？陛下又谕，朕体弱多病，齐王李茂锐明聪哲，身效朕功，特命入主东宫，代理监国。陛下人呢？监国之事何其重大，怎可如此草率？太后，圣上说母后的心意朕都知晓，只是天下之事只可顺势而为，外力强求反而不美。陛下可知，放了萧无衣就是放虎归山。吾不惜脏了自己的手，也要除掉萧无衣。这不仅是为了陛下，也是为大业永除后患。陛下这是在做什么？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大业如今不能没有萧无衣。今夜长沙王谋逆逼宫，齐王与萧世子一起平叛，殿下感念齐王忠勇可嘉，已将齐王殿下立为监国了。不可能！圣旨已下，殿下与平宁县主已入东宫，而你夭夭，你今夜必须嫁入靖安王府。齐王，接旨吧。你想保萧无衣和太后共存，想保北府兵与李氏江山共存，那么今日朕无论下什么旨意，你都愿意和萧无衣无论祸福，生死共担吗？他还在等你。来。无衣，你今晚真的要？你考虑清楚，这只要是结了，你这辈子都离不开靖康宫了。无论今天谁输谁赢，都将是一场天下大乱。无衣，我从小经历战乱，我知道那是怎样的地狱。女郎，快走！快走！夭夭，听阿父的话嘛。阿父，女王快跑！女王快跑！谢家瑜，要不要听阿父的话？你别杀他！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怎么鞋掉了？来，阿父帮你穿上。新娘子还是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以为阿父是说天下人敬仰的君子，我从未见过你杀人。
为何要这么做？不哭啊，瑶瑶，你该长大了。长大后学到第一件事就是身不由己。阿茂如此，你也是如此。我以为阿父是最爱我的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装着重要和更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你必须嫁给萧无一。是为了谢家吗？带走。阿父，告诉我原因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嫁给萧无一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会更幸福。我要知道。为了阿茂，晋安王府执掌20万北府军，雄心勃勃，随时能够改朝换代。可为何他们还没这么做？就是因为还有像我谢氏这样的世家支持着殿下，或者说支持着李氏宗室。所以即便是萧家登上帝位，那江山也坐不稳。可是阿父本就不想与萧氏为伍，我这个时候逃婚，与他撕破脸面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或许之前能那么做，可如今监国是阿茂啊。晋安王府若有一心，身为监国的阿茂，他绝无活路。为了阿茂，为了谢氏，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阿父，我好像都不认识你了。因为你该长大了。全军听令！见过父王。靖安王萧居，靖安王世子萧无一，接旨。长沙王谋逆，论罪当诛。萧氏父子领旨调北府军平叛，忠心可嘉，朕心甚慰。封萧居为护国大将军，萧世子为辅国将军。主萧世子与谢氏女完婚，北府军即刻回京，不得耽搁。臣领旨。令长沙王私调军械，害北府将士无辜牺牲，朕心甚痛，充长沙王私产，以慰兵眷，并立护国忠义碑，铸传为史，以彰北府将士忠义之名。谢陛下隆恩。无疑，你以为王子的将士讨回了公道？今夜的事，我知道。你放心吧。你让他等等我，我会想到办法的。好，我替你向他转达。不过有个事我要问你，今夜是谁把你带回来的？是老师。太傅。怎么了吗？没事。萧老将军，齐王萧世子，今夜之乱，多亏萧世子英勇大义，救百姓于水火，拯朝纲于旦夕。太后特命老奴替百官、替天下百姓谢萧世子救命之恩。
齐王打什么哑谜呢？今夜过后，一直不再仅仅是齐王了啊，还是监国。什么？父王，我一个人去走走。老夫已将家瑜带回。老夫恭贺萧世子为枉死的战士讨回公道，这出空城计唱得漂亮，老夫佩服。太傅何意？不妨直说。老王爷带回的北府军至多不过1万人，今夜若真和晋军打起来，胜负尚未可知。老夫猜的没错吧？一直说，今夜他也是太傅送回的宫。太傅从未打算要放他们走吧？如今皇室衰微，陛下多病，太后擅专昏懦，我南叶已在危巢倾覆之际。既然没有绝对的赢家，那还不如两全，立齐王为监国。这对萧世子，对天下来说，不好吗？太傅培养一枝多年，就是为了今日。在齐王身上，老夫看到了希望。但令爱呢？全城的人都说太傅最宠女儿，而我却觉得太傅的心太狠。你拆散一枝和令爱，不就是想让我和一枝之间埋下一颗猜疑的种子吗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，这桩婚事明明是你自己向太后求的，不是吗？至于舍弃家瑜，那也是齐王自己选的，你们怪不了任何人呐。是，但我替他们感到难过。我为天下，问心无愧。从今夜起，一枝便是监国，而谢家瑜是我的世子侧妃，还望太傅到此为止。世子，大公子说侧妃要谋害子期，已经闹到祠堂了。旧朝时期盛行炼丹，这烟花就是从那时被人发现的。除了硝石、硫磺、木炭，还要辅以铜铁、棉花等等，可形成不同颜色。我做的烟花卖的可好了。算了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，我就这么告诉你吧。我要是真想害人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我哪怕这儿多一点，那儿少一点，保准在场的没一个人能活，也包括你。这么说，你承认你害人了？我可以害人，但不代表人是我害的。你已经害过人了，你就是妙手公子吧？我北府兵就是被你……大哥，世子妃先带子期离开，家瑜，你先走，我跟大哥有话要说。子期，走。走啊！我不走。妙手公子，到底怎么你们了？就是你设计的连环弩，害死3万北府将士。大哥，你还要替他遮掩？我看你是色令之婚。谢家瑜，你说你今日没想害子期，我不与你分辨。那这3万北府将士的冤魂呢？你敢说都与你无关？就是你设计的这有问题的连环弩，令3万北府将士几乎全军覆没。幸好无一听到了援军抵达。你敢说你毫不知情？你们谢家安的是什么心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弄错了。萧无一，
我明明是给一个世家公子设计的。放心，你要的莲弩，妙手公子一定给你设计出来。他只说他要去雅集上，看着好看唬人就行了。哪家的世家公子？他说他叫萧胜。萧胜？萧无义，他说是你找他设计的，你认吗？你怎么会叫萧胜？你不是叫萧无义吗？萧胜是我本名，无义是我的字。自从我14岁上了战场以后，便没人再称我为萧胜。怪不得当初青龙偃月来虚月楼找我的时候，听到我说萧胜就生气了。可还是不对啊！当初来找我的不是你，但他一看就是个公子哥的模样。若真如你所言，从一开始他就伪装了身份，那么到底是谁借你之手害了3万北府兵？还有谁又知道你设计出这害人的莲弩？他怎么会认识阿父？长大后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身不由己。你必须当这颗棋子。佳玉，去哪儿？看来你真的早就知晓此事，但你还要保他。想必大哥看得出来，谢家玉他并不知情。但此事一闹出去，岂不是让将士寒心？而且这谢氏巧言令色，还未入府就害了这么多北府将士。难道将士们不该知道真相？难道立了块碑，我将士的仇就完了吗？自然不算完。那你当如何？大哥很快就会知道。阿父，阿母，阿母，好好，夫人你看，何曾见过夭夭如此文静娴雅的模样啊？世子，我家女儿没有给您添麻烦吧？佳玉很好，靖安王府上下都很喜欢她。我云昭的女儿虽不说有多出众，但我从来没想过让她嫁得如此仓促，更未想过她要为人侧室。说句心里话，本也没想她能嫁成。佳玉既为国事入靖安王府，萧氏自不会亏待她。郡主请放心。阿母，世子知我喜欢些机关银巧，便在府中为我开辟一处空地，好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成婚匆忙，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来得及带走。这次回来也是想将我的一些奇巧之术和工具都拿回去。世子，你和南星一起去我书房，将我那些图纸都拿走，一张都不要落下。我还有话想同阿父阿母说。夭夭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要帮萧无疑改制军械？那阿父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3万北府兵，3万条人命。阿父是故意让人来找我设计连环弩的吧？我曾见到过那个自称萧胜的男人，出入过阿父的书房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这的确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我心中却已明白，阿父当初为何鼓励我设计连环弩。
我甚至将莲花弩的缺陷都告诉了您。没过多久，那个自称萧胜的人就来找妙手公子买莲花弩。阿福，您敢说这些都与您无关？这3口是感谢阿父阿母养育之恩。若阿父只牺牲我一人，我也能理解。您只是立场不同，舍弃了我。但阿父如今所为，实难成为世家典范，君子风度。那你要如何？你要揭发你阿父？大婚之夜，你让我做的事情，我一件都做不到，更不会做。莲花弩造下了人命差人，若有一日，北府将士要来向我讨还，因为我是阿父的女儿，得阿父养育至今，所以我自当替父以命还报，不敢有冤。但这天下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我自己去看。这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我自己选。阿茂也一样。阿木恕罪，这顿归宁宴，瑶瑶实在吃不下。告辞。夫人，趁热吃。这健康城内大约多少百姓？20余万户。每年的上元节，那是最大的集会。那时街上熙熙攘攘，有没有3万人？应该有吧。那么多人吗？那么多人都是为我而死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青龙偃月，跟紧点，别出事。诺。怎么了？神秘的情况又出现了，大概1个时辰才恢复。听真久。我还要多久？头颅中的淤血凝滞导致的。如果一直找不到治愈之法，也许3、5年，也许就在明日。此事不能让第3个人知晓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胸口有剑伤。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萧无义不能有弱点。3、5年，足够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所能，找到方法。怎么了，女郎？阿父阿母和离了。这是阿母想了很久之后的决定，不过这与你无关，你依旧是我们的女儿。瑶瑶，所谓夫妻，除却爱，还应有理解，有尊重，乃人生同路之人，望你能早知其中道理，少受爱恨离别之苦。
寻到此心安处。阿木打算出健康去看看大业的山河，不多日便回。阿木会给你留信。另外，对于你阿父，他有他的苦，你莫怨憎于他，但亦不可再盲信于他，切切。前方何人？挡我去路！是你，你还没死。郡主是要去找文熙太子吧？臣此来，是想向太后借一人。何人？齐王殿下。哦，何事？喝酒。今日重阳，登高喝酒赏菊，当与民同乐。臣与北府将领已在锦官楼设下宴席，正等齐王殿下莅临同饮，以示君臣相和。萧世子都拿君臣相和说事了，仆要是不允，岂不是要君臣失和了？臣罢了，你随萧世子去吧，否则君臣失和的罪名，我可不敢认领。臣接旨，谢太后恩典。你说咱们的殿下，今晚真的是去同北府兵君臣相和了呢，还是去找萧无一的那位侧妃去了呢？太后明鉴，我哥哥他不敢欺瞒太后。今夜我反而怕他不欺瞒。殿下和臣妻一同被刺杀在重阳灯会，这样的死法也能名垂青史。你说萧无一得知会是什么表情？一定五颜六色的，非常好看吧？无一，你还换了身衣服。佳瑜呢？方才人太多了，我都没见到你们。真是重色轻友。我从太后手里把你弄出来，你连句谢都没有。谢了。哎，免了。今天冒险让你们见这一次，到底是走是留，一定要拿个主意。萧世子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？我只是许久未见佳瑜了。太后让你引谢家瑜去忠义碑，对吗？萧无一既然不想回北京，那就永远都别回了。便是他日你哥哥登基大宝，莫非能容得下萧无一这样的权臣？想好了，今日要不要替我，替你哥哥除了这祸患？你只要在虚时一刻，把谢家瑜引至忠义碑前即可。谢家瑜若知道你今日要害他，也不知他会怎么想。借过，小心！哎呀，这是那个买莲花弩的假校上，是那个骗子。悠悠，成了太后，谢家瑜入局了。